如果是老车的话，我真的建议就是，如果是 0.9， 就只继续沿用 0.9， 除非你很确定的就是你的水箱还够新，或者说你旁边的水管都承受得住。所以就跟火星塞一样，升一级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状况产生。所以有时候是因人而异啊。所以我一直认为说，我拍片我不会针对单一车种，因为每台车的特性都不一样。你变成说，你如果说什么东西都要讲得清楚的话，你就必须找到很多车做实验，找到很多车做展示。对于我可能没办法，我没那么大的本钱跟那么大的资源，所以变成说我尽量就是讲比较共通的方式来讲解这些东西。叫水箱盖，水箱盖就有分大头小头，这个是大头，还有一种小头，就是它这个金色部分很小一个，然后它这个小角圈很小，然后基本上那种水箱就是它这个洞也会比较小一点，它那个就是压在中间。我这样讲我真的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听懂，如果听得懂，如果常在有在自己做保养的话，就应该都会懂我在说什么。所以说水箱方面来讲，我们自己个人保养就是要去注意水箱盖的状况，然后水箱导水管有没有不明的水痕。当然你可能加水或干嘛被泼到被狗尿尿都有可能，所以你是要去观察有没有不明的水痕。因为如果有漏一定是大面积，因为这里面的水是有压力的，有没有不明的水痕，然后上下结合处有没有漏水，或者说你自己在行驶的过程，在开车的期间多注意副水箱的水，因为你如果长期放置的话，副水箱的水会自己减少，这个很正常。其实在开车的时候就会，一定会，只是你扫的速度应该很慢，正常的话应该扫的速度很慢，你不可能说开一趟出去或1-2天一整个副水箱就吃光光，那个就不正常了。然后一般来说水箱的泄水口一定都在下面，像摩托车的一样都在下面，因为这样子才泄得干净啊，在设计上就是这样才泄得干净。然后水箱水，我只能说水箱水尽量选择大品牌，然后再有商誉的店家购买，因为机油假的很多，或劣质机油也很多，甚至有仿冒的机油也会有这种东西，所以我很难去断定说不会有大品牌的仿冒水箱间出现，一定会有。所以我建议就是，如果真的要自己 DIY， 尽量去有商誉的店家，比如说扛棒很大的店家去买，因为出事情要灰要干嘛比较有保障啊。然后水箱，如果你是买混合式的、混合好的，那个就比较简单，你就把基础的就下面泄水口卸掉。当然这样换不是全部换全部，因为你要换到连引擎的水都要换得出来的话，那个工程就比较大。所以我一般建议就是说，可能泄水口找到自己车子水箱泄水口卸掉以后，上盖打开，然后把水都漏掉以后锁上，然后把你买到的已经混合好的冷却水灌进去，然后记得灌进去，灌到满以后，水满出来要发动，你要发动引擎，因为发动引擎以后它的水泵浦才会动，但是你要动到它水温起来，水龟开启以后，这个有机会我拿到水龟再跟各位讲它的原理。基本上水龟就是到了一个温度，它会产生一个类似阀门效应，它会打开增大它的水流量，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大循环，引擎里面的水道的空气才能借由这样子排放出来。然后安装水龟也有安装水龟有方向性，上下不能颠倒。
这个都有机会有拿到实际的材料再跟各位聊。然后，如果你买的是人缺翼的原翼，就必须调配的话，建议是去那个现在马路边很多那个供水站，去买它的那个叫纯水，买纯水环，你不要买什么电解水啊那些东西，你就买纯水就好，因为你里面的杂质越少，你会产生水垢的几率就越低。当然，我们不敢保证它标榜的一定就是纯水，但是至少它会比一般自来水产生的水垢少很多。然后就是如果买到的如果你使用的是水香精原液的话，就没有稀释过的就自己买。然后以正常来说，水香水有红色，水香水的颜色很多，这个可能又可以再讲一段了。所以变成说，尽量水香不要混用，水香水不要混用。有人说可以，有人说不行，这个众说纷纭。所以我建议还是尽量不要混用，少量的应该是比较没关系啦。所以说，关于夏天快到，有水冷式引擎的散热检查就大概是这样子。因为现在又太阳快下山了，我又赶着要出门，所以没办法很仔细的跟各位讲，而且我也怕讲太多，可能大家听不下去，或者说嫌我讲的不好。好，然后基本上就是水箱主体的观察保养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后面的水管啊那些该做的检查保养，有机会再跟各位聊。谢谢，拜拜。